萧炎在给他们彼此介绍后，小医仙与薰儿近乎是不约而同般的微微一笑，然后同时上前一步伸出玉手，当然不是打一架或者一起揍萧炎啦，想什么呢？萧炎见两人如此和平的将手握在一起，自然是很高兴的，只是这高兴没能维持1秒钟，因为他发现灰色气流以及金色火焰居然缓缓地自两人握手处袅袅升起。萧炎急忙伸出手就想将两人分开，结果两女比他速度更快。薰儿轻退一步，揉了揉手后道：在来之前便是听过小医仙姐姐恶难毒体的厉害，如今见面果然名不虚传。不过这段时间多谢你对萧炎哥哥的照顾了，潜台词你再厉害，萧炎哥哥也是我的。小医仙温婉一笑说道：我也听萧炎多次提起过你，如今一见的确是天之娇女，难怪他对你念念不忘，此处自行脑补。萧炎直觉情况不太妙，立马岔开话题，表示此处不是谈话的地方。二女自然是给萧炎面子的，于是一行人来到了叶家议事厅。薰儿问萧炎接下来有什么打算，萧炎表示想去魂殿救老师，薰儿却并不赞同，因为此战之后已经是打草惊蛇，魂殿很有可能会转移药老，贸然前去很容易送人头。白发老者也出声表示不能小看魂殿，毕竟古族与之交手多次都不曾令其伤筋动骨，而自家小姐此次出来最多10天就得回古族了。薰儿也郑重的道：萧炎哥哥，魂殿的实力远非你所看见的这些，所以万万不可大意，解救药尘老先生以及萧叔叔的事可都得靠你呀。萧炎自然是相信并知道薰儿所言不假，可一想到多让药老在魂殿待1天，他所受的苦便越重1分，萧炎就觉得心如刀绞。但现在的确不是救出药老的最好时机。沉默了半晌后，萧炎才承诺道自己不会冲动。薰儿这才松了一口气，表示自己会动用古族的力量探寻药老的关押之地。萧炎再次深刻地意识到自己必须得尽快增强实力。当天夜里，萧炎正在房间内修复自身伤势，薰儿却是突然到访，感应到来人是薰儿，萧炎冲着房间窗处笑道：既然来了还躲什么躲。薰儿闪身进来后冲着萧炎笑道：这么晚了，萧炎哥哥还不休息？萧炎没有说话，看着面前格外清雅动人的女孩，没忍住握住了她的手。薰儿羞红了脸，然后顺势坐在了萧炎的床边，将头靠在了他的肩膀上，喃喃道：萧炎哥哥，这些年薰儿很想你，这谁顶得住啊？萧炎只觉得心头一阵温暖，随后便将薰儿搂进怀里，吻了吻她的青丝。薰儿任由萧炎搂着，半晌后才抬起头，将一卷金色卷轴交给了萧炎，正是第一绝的后3印。萧炎不是什么矫情的人，只有变强才能保护自己想要保护的人。我用我老婆给的东西怎么了？薰儿见萧炎收下卷轴后，嘴角微微上扬，萧炎哥哥没跟自己见外。随后薰儿跟萧炎说起了驼蛇谷地狱的事情。驼蛇谷地在斗气大陆上遗留下了一座隐秘在虚无空间中的斗地洞府，斗地府又保存得极为完好，也就是说里面除了宝物还极有可能会有晋升斗地的办法。要知道自从远古之后就很少有人突破至斗帝，而当年的那些斗帝也似乎是一夜间完全消失了，这样的宝贝古族与魂殿怎么可能放过？而驼蛇谷地狱便是开启斗地府的钥匙。曾经的萧家乃是斗气大陆上的一流势力，当年有实力与萧家的领导者萧玄一战的人也不过4人而已。萧家与古族的盟约也是当时所结，不过立下盟约之时也是萧玄陨落之际，古族因之前受过萧玄的恩惠，便答应照看萧家，并在关键时刻保存萧家血脉，只是人走茶凉啊，这份盟约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被遗忘。当初薰儿去萧家，一方面是其父想让薰儿过一个安静的童年，另一方面便是族内的一部分人想让薰儿将萧家的驼蛇谷地狱给取出来，谁能想到偷鸡不成反蚀把米。薰儿还告诉萧炎，萧玄的古墓就在古界之中，只有拥有萧家血脉的人才能进入。萧炎若是有机会去古界的话，或许能去那里看看，指不定会有什么意外收获。只是萧炎是萧玄前辈后代之事，不可外传，毕竟萧玄当年也得罪了不少人。萧炎表示明白，等自己实力够强了，定要将先祖之墓转到萧家，让萧家后辈日夜祭拜。薰儿笑着说道，若是萧玄前辈能听见这话，恐怕也是会很欣慰的。之后话题一转，说到自己这次出来不能久留。萧炎一听薰儿要走，将薰儿抱得更紧了。我什么时候才能去古界寻你？萧炎道。薰儿甜甜一笑道，只要你对自己有信心，什么时候来都可以。不管怎么样，萧炎哥哥只需要知道薰儿会站在你这一边就好。望着那近在咫尺的娇媚萧炎，萧炎只觉得有些燥热。
那原本放在薰儿腰间的手不自觉地滑到了薰儿的心口，然后突破衣衫摸到了那一处柔软与滑腻。薰儿的脸顿时变得又红又烫。随着萧炎作怪的时间越长，那明媚的眼眸逐渐浮现些许雾气，直到薰儿没忍住发出一道细微的嘤咛之声，萧炎彻底变得疯狂，浓郁的情欲之火将两人完全笼罩。就在萧炎逐渐要将怀中的人儿剥干净时，一道蕴含着雄浑斗气的干咳声突然从房外响起，这一下把两人震了个透心凉。恢复清醒的薰儿羞恼地瞪了萧炎一眼后，连忙扯过被子将自己裹了起来，让衣衫归位。被瞪了一眼的萧炎想要说点什么，想了想又觉得这个事情无法辩解，只得丧气地低下了头。薰儿见萧炎那副垂头丧气的模样，偷笑了一下后低声道：“你个坏蛋，既然想动歪脑筋。”萧炎抬头辩解道：“明明是薰儿太诱人。”薰儿连忙伸手挡住了萧炎的嘴，不让他说。萧炎却是一把抓住他的手臂，目光充满着爱意地看着他。薰儿轻咬了一下红唇后，猛地低头亲了一下萧炎的脸庞，随后低声道：“萧炎哥哥，薰儿体内血脉尚未完全觉醒，不能行男女之事，否则后果很严重。等下次见面时，好吗？”听得耳边响起的如蚊蝇般的细微声音，萧炎先是一愣，随后满心的感动，还没等萧炎说点什么，被自己的大胆言语震惊了的薰儿就跑开了。望着薰儿的身影，萧炎的手掌轻轻地握了握，旋即在心里暗道：这个坏人好事的老家伙真是不道德。此时坏人好事的老家伙们却是如同热锅上的蚂蚁，薰儿可是古族千年之中血脉最为完整之人，若今日他将自己交给了萧炎，那萧炎绝对会被愤怒的古族追杀到天涯海角，而那时候他二人定然也会落个保护不利的罪名，那下场想想都觉得。就在两人下定决心要推门而入的时候，薰儿打开了房门，黑衣老者二人差点没哭出来。要是这对小男女冲动了一下，那整个古族恐怕都是会疯狂了。白发老者硬着头皮问道：“小姐，你与那萧炎没做什么吧？”被问得这般赤裸裸，薰儿顿时就羞红了脸，怒道：“你们乱想什么呢？”又有些心虚的狠狠地瞪了两人一眼后，薰儿就推开二人，急匆匆地回自己房间了。其实二人察觉到薰儿的气息没有发生变化时，就已经松了一口气了，但薰儿那诡异的脸红，这两个老人精哪里有不懂的？恶狠狠地盯了萧炎的房间一阵后，二人才气呼呼地离开了。而房间之内的萧炎却是一点都没感应到两人的怨念，正抱着先前裹着薰儿的被单发呆呢。好了，本期分享就到此结束了，视频都看到这里了，给牛奶点个赞吧。订阅了的朋友记得开启小铃铛哟，这样就不会错过牛奶的更新啦。感谢您的耐心观看，拜拜，下期再见。